朋友们，虽然你们都说我跟大胖媳妇很恩爱，但是我们也吵架，没离婚，主要因为俺家吵完架，有居委会大妈来管事儿。前2天我正在福建出差，我录的节目也不能拿手机，我这边在台上还欠灯跟人家比个呢。一下场11个未接来电，在澳大放学没人接，老师给谁打电话都打不通，孩子在校车点等了10多分钟，最后老师没办法，校车又把他拉回到了学校。那大胖媳妇是因为什么千钧一发的燃眉之急给耽误了呢？别说你们，就是编剧他也想不到，人家做棉花糖呢，做进去了，新买的棉花糖机，弹棉花弹投入了，忘记了时间。他是这么解释的，在澳大说谁谁谁的妈妈接他放学的时候拿了一个自己做的棉花糖，在澳大也要，大胖媳妇就答应女儿了，说明天爸去接你的时候给你弹一个比我脑袋还大的棉花糖。第2天人家确实说到做到，还在校车点等着呢，那棉花糖确实比脑袋还大，脑袋没了，棉花糖弹出来了，孩子没接。所以昨天我回家，我进屋我就朝他喊，我说我今早一早上爬起来我就坐飞机回来，我当时我连一口饭我都没吃，我得赶紧回来，因为啥？因为你不靠谱，这么多年了跟我爸出去玩，把我爸拉加油站了，接在澳大让棉花糖勾引了，接张大铁骑老头乐骑嗨了，你骑个老头乐骑故宫去了，你都像个道别照片似的，你说你亏你还叫接米，你这么多年你接着谁了？你接米呀，接米呀。然后我就不跟他说话了，俩孩子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阵仗，居委会大妈还出手了。出在这儿，你要不来？你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跟你了。我为啥说对不起啊？我做错啥了呀？我凭啥对不起呀？对啊，他平常说对不起呀。你让他说对不起。你哪做的不好？我不该做棉花糖，没看时间，姐姐迟到了。那你下次还会迟到吗？不会了。他说他下次不迟到了，你也哪做的不好？我就不应该找他。你下次还找他吗？不找。他说他下次不找你了，你俩握个手吧。握个手。你活该！我一看拿铁这招应该是从老师那学的，挺聪明，所以要抓住3岁前的成长黄金期。多亏了飞鹤顶配星非凡卓瑞，科学添加亲卫同行5大脑磷脂 ，DHA、ARA 达到1:1.7黄金配比，补充精准脑营养，拿捏成长黄金期。晚上居委会铁婶又来我屋跟我谈心了。你爸老惹我生气，你说你爸烦人吗？烦人，咱也让他生气。于是我们开启了复仇计划。第2天，大胖媳妇有个例行体检，需要带上她的工作证、居住证来证明她的身份。在张拿铁的指导下，我们在档案袋里做了一些手脚，更改了大胖媳妇的身份。大胖媳妇体检完，我们都搁这等着呢。我问她你体检了吗？她说当然没有，有人把我的居住证换成了毛毛狗证。医生让我出示身份证件，我出示了。医生说我不能在这体检。我问医生，因为我是外国人吗？医生说不是。医生说，因为我是一个科技。一个外国人因为不认字儿，找房子能捅出多大乱子？最近我们租的房子合同到期了，又需要换房子了。大胖姐说她放假了没事儿，她先自己去联系中介帮我找着。我欣慰一笑，我知道如果她找，下一个房子啥样我不知道，下一个视频肯定有了。我还跟我同事说，她真正去看房的时候，你们可一定要跟着录。我同事说姐还没去呢，跟中介线上聊天就已经出事儿了。因为我妈打电话告诉大胖媳妇说，找房子去之前就一定问准是不是朝南，是朝南再看。到我这岁数你就知道了，朝南有阳光比啥都强。大胖媳妇记住了朝南是硬性条件，但她根本不知道朝南是啥意思，就开始在 APP 上搜房子，找着不错的房子点进去，进入聊天对话框，问出了我妈让问的问题。但请注意，大胖媳妇她会拼音却不识字儿，她同时向北京朝阳区的14个房产中介问出了同样的问题：有朝南吗？中介对此无理需求回复的也是很有耐心。但别担心啊，你别看人大胖媳妇第一句话说错了，但人后边找补的好啊。我丈母娘只想要朝南，她说人越老越需要朝南，最好别太高，但又需要阳光。你好，请问你是朝南吗？你爸说你老非要找朝南。发生不了，我老这样吗？我说你可拉倒吧，还是我回去找房子吧。房子我自己找完了，我说你们剩下的人就负责收拾就行。大胖媳妇收拾完东西，对搬家公司产生了投诉，说你看这搬家公司那箱子上都写着你的名字，那别人看到这些箱子不就知道咱家搬到哪儿去住了吗？这多不讲究隐私啊！我自己来，我可不会轻易泄露张彩玲的住址。然后我妈说为了吉利，先在新家门上贴个对联再搬进去。于是大胖媳妇找了一对以前客户送给我们彩玲一家的定制专属对联，因为她不认字儿，完全看不懂对联写的啥，把它死死的贴在了新家门上。中西合璧，大胖彩玲七唱夫随，雅俗共赏，打铁姐弟，子有地宫，横批彩玲合家欢。大胖媳妇贴完还问我，我今天在屋里收拾屋的时候，我就听见外边走廊里有人说，是张彩玲他家搬这儿来了。你说他们咋猜着的呢？人家我当时搁屋里收拾新家换床垫呢，毫无线索，他们是咋猜到的呢？
终于准备好要搬到新家了，没想到啊，后边还有更荒诞的事儿。大胖媳妇在搬家当天，因为无知上演了一段杂技绝活，搬了好几天，终于出发去新家了。我们一车人人都是 VIP， 后备箱空间超大，我妈都夸我开的吉利银河 V900，23排一样宽敞，得房率超高，还是宁德时代电池神盾安全系统。这车老好开了，辅助驾驶操控贼灵活，完全没有开大车的压力感。后来对联让我撕下去了，我说对联不贴了，就贴个福字吧。他贴福字的时候，咱们不是讲究福字倒贴吗？意思是福到，但他完全不懂。他贴的时候我就说中国人在乎这好彩头，所以你贴的时候得反过来，你反着贴。他挺听话，精准做到了将自己反过来贴。我说不是，是你上下方向的倒过来贴，在中国文化中这代表幸运。他说你确定吗？我说我确定。他说好吧。 I need to prepare for this. Stop。这啥呀？这是？哎呦我，你挺灵巧，你挺灵巧。哎呀我的妈呀！过年这几天呢，温迪给我闯的那些祸呀，真是造孽呀！最后还得是张大铁替我教育他奶。过年呢是咱全国最阖家欢乐的日子，但同时也是所有单亲家庭的孩子最颠沛流离的日子。我们的父母对于我们到底爱谁更多一点，平时也不这么计较，但是过年的时候那是锱铢必较的。比如今年大年30，我是要下午去我姥家跟我姥家人吃饭，然后要转场去我奶家，最后呢吃完饺子接完神还要回到我妈家陪我妈睡觉。这中间每一次的转场都需要精准的动态时机观察以及完善的谎言借口储备。但是温迪呢啥也不懂，你编的啥谎言他都给你戳穿了。我们下午不是先跟我姥家这边跟我妈吃饭吗？我看吃差不多了，开始要打包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奶那边今年就比较特殊，这么大岁数了没有人陪过年，我咋的我得过去一趟，完我很快就回来啊。我妈瞟我一眼说，你要走你悄没声走，你别让人看着。我说妈，我以前带1个加拿大胖子都够扎眼的了，现在带4个，还有2串，如何能离开的悄无声息？到了我奶家，那我当然是不能跟我爸说，我刚才跟我妈已经吃完一顿饭了。我爸那端着菜上桌，跟温迪说，来，温迪你过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地道的东北名菜——酸菜炖血肠。你看你是不是人生前60年都没吃过？我是真没想到啊，人家温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书包里拎出一个打包盒，里面是刚才我妈在饭店点的酸菜血肠。人家温迪看刚才打包时候没人要，给我爸拿回来，我就把温迪拉过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怎么想的？我求你告诉我。温迪说，因为我在乎我的哥哥呀。我说但是他俩离婚了，就是不爱彼此了。温迪说，但是他们都爱酸菜呀，酸菜有什么错呢？有什么错呢？当然我跟我妈说的，我爷我奶这边就俩老人过年没人陪，也是谎言。实际上大伙儿都在，很热闹。我就跟温迪说，一会儿你回到我妈那儿，你要记住，你刚才参加的那个局只有我爷我奶俩人，没有别人 OK。 然后我们回到了我妈家，我妈看着我们就很象征性问一句，啊，回来了，刚才吃咋样啊？温迪喝了点酒，把我的叮嘱全忘了，又一次迅雷不及掩耳，掏出他的手机给我妈看刚才那顿饭的照片。我给你看照片，我当时就搁旁边，我就往死瞪温迪，我往死瞪他，他反应过来了，心眼还挺快，看自己手机上照片说，你看这些人都是我 P 上去的，都是我 P 上去的 Photoshop。 年30算是折腾完了，我跟温迪说，我说你准备好明天初一还这样？温迪说，你让我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温迪转身就去找我妈了。我有一个想法，明天也就是新年的第1天，我想请你吃顿饭，然后我们叫上哥哥一起吃。我妈脸都绿了，问我，他说啥？我说温迪问你胳膊咋样，能不能一起吃？温迪还说，谁说胳膊了？我说的是哥哥。我妈转身就走了。温迪非常无辜的看着我，我觉得你的妈妈还是不太喜欢我。Why？ 我说你的哥哥和你的姐姐已经离婚20年，也都各自再婚了，你让他俩单独吃饭，你觉得合适吗？温迪说，谁说单独了？还有我呀，而且他们也可以带着他们的现任呢，不是叫团圆饭吗？团圆 all get together 吗？有什么问题吗？他一天给你姥整生气多少回来，给妈惹祸，那逮啥说啥，你说他咋整？You be careful, okay? Don't 瞎说 ，understand? Okay? Okay?